台湾岛曾经是蝴蝶的天堂，如今随着人为开发的脚步，蝴蝶满天飞舞的景象逐渐被人们所遗忘。在台东，一处人烟稀少的山谷，每年11月，各地的斑蝶就飞到这儿来度过冬天，聚集了30万只以上的蝴蝶，是台湾最大的越冬蝴蝶谷。这种大规模的蝴蝶集体行为，世界上仅仅发现2个地方。蝴蝶为什么要集体迁移？又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度冬呢？来到这儿靠什么存活？蝴蝶身上有太多令人费解的大自然奥秘。我在1996年开始去了解台东的这个蝴蝶资源，后来发现台湾根本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参考，所有我看到的现象都没有答案，甚至说跟国外的学者做联系，国外的学者也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，因为我们的现象他们也没看过。这告诉我们说，你应该自己下来了解这个东西。小文公中，小文母老，小文母老，仔细手伸长一点。琉球母中。赵仁芳是台东人，小文公中，蝴蝶是他小时候的玩伴。如今，他希望用科学的方式重新认识蝴蝶。小文母中。赵仁芳每天在3000多只的蝴蝶身上写下号码，这是一个极度耗时耗工的科学调查，叫做蝴蝶标放法，目的是为了推算今年蝴蝶的总数。琉球母老。这项工作必须每年进行，才能掌握蝴蝶数量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。他们已经做了10年了。Firing。苏俊郎是台湾少数的爬树教练，他深刻地感受到人在地面行走是无法体会蝴蝶在天空飞翔的感觉，所以他常常从台北开车到台东，义务协助赵仁芳的蝴蝶研究。这个研究的样区里面，我经常在开玩笑在讲说，3公尺以下是赵老师在管，3公尺以上的是我在管。你要了解一个会飞行的一个动物，它们在树上飞行，我们必须要跟它一样高，或者比它高，来观察它，你才有知道说，你才能知道说，它的生活作息是什么样。他们爬上10几公尺高，这样的高度让赵仁芳有了崭新的视野，也观察到许多过去在地面上从未看到的蝴蝶行为。赵仁芳观察到蝴蝶会随着气温起伏而改变栖息的高度，不同种类的蝴蝶栖息方式也不一样，有些会聚集成球，有些则会散居在树上。这些蝴蝶栖息地大多位于低海拔山区，面临着土地开发的压力。目前台湾30个越冬蝴蝶谷，其中20个已经遭受到人为开发的破坏。一个越冬的蝴蝶谷里面，可能原本是100万只的，一降可能降成20万只、10万只，甚至更少。你从这量的变化，你就必须要有警觉，去找出问题点在哪里。那这个问题点就是台湾生态的危机。所以其实你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，从普通的一个生态现象，其实你就可以去发掘台湾的问题。蝴蝶呢，以目前来讲的话，它已经被当成一种环境监测的一个角色，因为它的种类，它的数量，其实可以反映这个地区的环境的变化。经过长期的研究，赵仁芳发现蝴蝶会因为环境变化而飞往其他的地方度冬。为了了解蝴蝶所喜欢的栖息环境，
赵仁芳展开更长期、更深入的科学调查。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蝴蝶的栖息地，有时甚至直接扎营在野外，长期性的监测温度、湿度、光亮的变化，试图找出蝴蝶与环境之间的神秘关联。当然是要了解这个，可能要花蛮长的一些时间啦。白天晚上我们都要去做调查。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相当有价值的。即使是花个5年、10年，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做的。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需要帮手。那所以说我后来就想到一种方式，就是说，那我把蝴蝶拿来当成环境教育、推广教育的一个材料，不是非常好吗？赵仁芳到各地说明他的研究计划以及有待解答的蝴蝶之谜，吸引了许多想要走入大自然的人们。每年冬天，赵仁芳带领志工进行蝴蝶研究。这些看起来重复简单的标放工作，其实蕴含了科学研究以及环境教育的价值。如今，每年与蝴蝶相约在此的志工就高达200多人。你可能不会抓蝴蝶，不要紧，我抓给你。你可能不会认蝴蝶，不要紧，我教你认。1天认不会，认2天。今年认不会，明年再认。当他在蚊帐里面抓起一只蝴蝶，写上这个标记的时候，然后他的手伸出蚊帐，把蝴蝶放出去，蝴蝶再回到大自然里面，那种心境的一个感觉，其实对志工来讲，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融合的一种方式。于洋新化是经验老道的蝴蝶志工，他在与蝴蝶长期相处之后，体验到大自然里许多有趣的事情，所以在不断重复的标放工作里，仍然乐在其中。真正的蝴蝶谷里面都有一股味道，那种味道是一种蝴蝶所释放出来的一种性费洛蒙。我们在抓那个紫斑蝶里面呢，我们大概都会去闻一下，这个湿湿的很像蜂蜜的味道，然后端子的公的那个性费洛蒙就比较像那个臭臭的味道这样子啊。或许也在苦中作乐啦，所以虽然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，可是也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啦。对我来讲，它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你不做，就没有人会做，因为这样的工作它是很辛苦的，它需要长期的煎熬。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跟蝴蝶的互动，你就不可能了解它。它飞进来哦！小文母中在一只小文公中。我们常常讲，我们要爱这块土地。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去表现？我觉得我选择的就是这种方式。一天忙碌下来，回到营地之后，赵仁芳为大家展示今天调查的小小成果。虽然要解开蝴蝶的秘密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，但是这群拱狼仍旧会继续下去，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了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。他们彼此相约，明年冬天将再回到这里。这是他们对于蝴蝶以及这块土地的约定。